之前一段时间，马来西亚接连取消我国2大订单，而且还口出狂言，不仅是取消，而且是永久暂停。于是，中国在马来西亚的230亿高铁订单被缴黄。没有过多久，马来西亚又宣布取消中国石油公司在其境内的投资项目。马来西亚方面还强硬表态，对于这些被取消的中国项目没有一丁点赔偿。但是，似乎最近马来西亚开始后悔了。有媒体爆料称，马来西亚已经开始派出代表访华，想要商议下具体的赔偿事宜。而且马方还表示不希望因此而中断与中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。就因为嘴硬，马来西亚取消中方项目，将至少支付50亿美元的违约金。看到这笔巨额费用，马来西亚肯定是坐不住了，于是派出代表团前来商议。马来西亚方面一改之前傲慢态度，表示希望能够继续合作下去。但是鉴于目前马来西亚国内经济不景气，不具备一次性拿出这么多资金来修建工程，所以马方希望更改工程体量，减少支出费用。但合同就是合同，如果中国怜悯之心体恤马来西亚，到时候极有可能会被反过来被倒打一耙。因此中方坚持让马来西亚支付违约金。如今的马来西亚也许是真的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整个协商期间一直以自己国内经济下滑肯定中国撤销违约处罚指令，或者减少一些违约金。马来西亚还郑重承诺今后将在各领域紧密与中国展开合作。这样的话似曾相识，中国已经不止一次被马来西亚所忽悠，这一次还会相信吗？也许是为了向中国示好，在东盟各国举行的商务投资峰会上，马来西亚大力称赞中国是马方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。马来西亚打出感情牌，马方代表表示，目前国内拥有众多华人华侨成家立业，华人企业为马来西亚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，对于马方给中方企业带来的损失，他们都会进行弥补。随后不久，马来西亚宣布将追加中国军舰订单，希望挽回中国的信任。这几个月里，中国海外高铁项目处于世界风口浪尖上。众所周知，中国是世界上出了名的基建狂魔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一次次创下许多不可能完成的奇迹。中国拥有一大堆基建队伍，包括中铁、中交、中建等等知名国企，他们被称为基建行业上的航空母舰。他们手下有上百万名工程师和普通的劳动者，日夜奋斗在基建第一线。别人都过年回家团团圆圆，而他们放弃了回家团圆，坚持加班加点，舍小家为大家。在外国人眼中，本来需要10几年能建成的任务，中国只需不到1-2年就能完成。高铁是中国基建项目最耀眼的名牌。中国人在基建过程发挥智慧，质量可靠，时间快速。很多国家每次建铁路时，总会第一时间想到中国，给中国送来高铁大订单。高铁成为中国走出海外赚取外汇、收获有益的手段。然而有些时候事情进展并不顺利。先说马来西亚，为了方便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交通，早些年马来西亚给中国下了高铁大订单，总价值230亿美元。这条铁路利国利民，中国为之付出不少心血。没想到今年马哈蒂尔上台了，整个马来西亚变天了，简直是马来西亚版本的特朗普。俗话说，新官上任3把火，没点大动静不好意思的。马哈蒂尔第一件事就是砍掉中马合作的高铁项目。马哈蒂尔说马来西亚没钱投资了，这高铁还是算了吧，不要了。令马哈蒂尔没想到的是，中国早在合同里留了一手，如果违约，不好意思，请你支付200亿美元违约金。这钱是整个高铁项目的一半投资了。这下马哈蒂尔服软了，改口说是推迟，不是取消，希望赖着不交付违约金。这事儿还没完，土耳其又搞动静了。土耳其这一次做得更绝，土耳其取消了中国2800亿元高铁订单，转头选择了德国。土耳其出尔反尔的本性暴露了出来。中国已经司空见惯了，早年土耳其抓着瓦良格号航母不放，对中国狮子大开口勒索10亿美元。
后来，土耳其说好要买中国的红旗负9导弹和船坞登陆舰，又翻脸取消订单，导致我国前功尽弃，一些技术被土耳其掠取。土耳其的手段让我们知道，和土耳其做交易要多个心眼，不然被坑得更惨。白眼狼到底是未不输的。9月9日，马来西亚取消了3个中资管道项目，总造价高达97.95亿美元。政客的嘴脸确实善变，但是像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变得这么快的，笔者还是第一次见到。8月20日，马哈蒂尔还口口声声主张中马加强政治互信，俨然一副中国人民老朋友的样子。前后还不到20天，他就拿中国工程开刀，公然自我打脸。现年93岁的马哈蒂尔真的是老糊涂的吗？绝对不是。马哈蒂尔其实精明得很，中国工程只不过他用来清算前任总理纳吉布的幌子，内斗不休。5月10日，马哈蒂尔爆冷赢得马来西亚大选，一举终结了执政联盟国民阵线60年的掌权历史。时隔15年再次出任政府总理，被马哈蒂尔亲手赶下台的前总理纳吉布，正是他2009年钦点上位的。就任总理后的纳吉布，虽然经济搞得马马虎虎，但是捞钱却是一把好手。他主导设立的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，虽然名为国家投资基金，但其实是纳吉布受贿敛财的工具。2015年，媒体曝光了一马公司将7亿美元汇入纳吉布私人账户，纳吉布丑闻顿时越演越烈。一马公司腐败案发酵后，纳吉布自然成为众矢之的。为了保住总理宝座，他利用总理权力把内阁中蠢蠢欲动的官员革职或开除出党。时任副总理慕尤丁、马哈蒂尔的儿子穆克利等实力派人物都惨遭清洗。眼看着曾经的心腹暗将纳吉布化身白眼狼变得六亲不认，马哈蒂尔愤然退出乌统。全名马来民族统一机构，简称乌统，是执政联盟第1大党，另组土著团结党，并加入反对派希望联盟。马哈蒂尔在1981年至2003年担任总理的22年时期内，带领马来西亚走上了现代化建设的道路，被称为马来西亚现代化之父，在民间拥有很高的威望。马哈蒂尔凭借巨大的个人号召力，再加上底层民众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果实的不满，终于在今年的总理大选中一举把纳吉布赶下了台。要彻底打倒一个政治人物，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搞臭他。马哈蒂尔为了让纳吉布永无翻身之日，坐实他贪污腐败的罪名，自然要无所不用其极。首先对纳吉布进行抄家，警方中纳吉布家中抄出了2万件珠宝首饰、567个手提包、423块手表、234副太阳镜和14亿林吉特的现金。这些贵重财物与现金显然与纳吉布的收入不符，贪污的罪名算是坐实了，腐败的罪名怎么罗织呢？马哈蒂尔把主意打到了由中国承建的东海岸铁路身上。东海岸铁路是在纳吉布一手推动的，全长600公里，总造价550亿林吉特。当年中国方面提出的报价仅有400亿林吉特左右，结果在2016年签约时，马方却把合同金额大幅提高到了550亿林吉特。很明显，纳吉布在里面做了手脚。马方确定的总造价比中国提出的报价还高150亿，这多出来的钱自然就进入了以纳吉布为首的利益集团手中。纳吉布借着兴建铁路工程的机会，明目张胆地从国库里捞钱，自然就成为了马哈蒂尔对他进行政治追杀的理由。马哈蒂尔用东海岸铁路来攻击纳吉布，指责他浪费国家公帑的同时，也实际上在暗示马来西亚民众，中国占了马来西亚的便宜。马哈蒂尔老谋深算，他想利用东海岸铁路来个一箭双雕，一方面指控纳吉布贪污，另一方面趁机向中国压价，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中马双方白纸黑字签订的合同，各项条文都是双方一致认可的。如今前任总理倒台了，新任政府就想趁机压价，这和无赖有什么区别？无赖政府的典型特点就是只敢动嘴上功夫，真要采取实际行动，他们就怂了。
如果马来西亚执意取消已经开工的东海岸铁路项目，那么按照合同约定，马方就要向中国赔偿220亿林吉特。马来西亚哪里舍得赔这220亿的真金白银？可何况他们前期已经在东海岸铁路项目上投入了200亿林吉特。马哈蒂尔如今是骑虎难下了。好好的一个东海岸铁路项目，本来是惠及马来西亚东部沿海居民的民生工程，却被马国政坛搞得乌烟瘴气。前总理纳吉布用来谋私利，现总理马哈蒂尔用来会私愤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中国承建的工程就此成为了马来西亚内斗的牺牲品，真是比窦娥还冤。兴风作浪，既不想按合同付款，又不想按约定赔钱，马哈蒂尔只得宣布无限期暂停东海岸铁路项目。马来西亚新政府企图以拖代变，逼迫中方降价，可是我们根本不为所动，就是不接茬，开工没有回头路。更何况东海岸铁路确实有益于马国东部沿海的发展，就算马哈蒂尔宁愿赔钱取消这个铁路项目，东海岸的马国人民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利益受损，势必要站起来抗争。8月17日，他来中国上门谈判了。马哈蒂尔毕竟是一国总理，咱中国该有的礼数都一应俱全，绝对挑不出任何的毛病。一连5天，马哈蒂尔在中国从南逛到北，搭乘方式从高铁换到飞机，会见人物从马云直至政府总理，中方给予了足够的优待，场面话说了一大堆。马哈蒂尔最想听的那一句却迟迟无人说出口。作为一名资深政客，马哈蒂尔心里终于明白了，想要